这座修建于1918年的13层高的大楼，曾是特拉华及哈德逊铁路公司和奥本尼晚报的总部，也是纽约首普奥本尼在哈德逊河畔的地标性建筑。1972年，纽约州立大学宣布收购大楼作为总校的总部办公楼。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是全美最大最全的大学机构，包括覆盖了全州64个校区，学生有140多万。前面聊万历15年的视频中说到1979年3月27日，黄仁宇先生在家中得到一个好消息，中华书局同意出版他的万历15年，同时也得到一个坏消息，第二天校长约谈解聘的事情。这期我们从坏消息讲起。1978年，纽约州立大学总部搬进这里办公，1年后，黄仁宇先生本人或者他的申诉信就曾在楼里某个办公室出现，讨论的是他被牛普斯分校辞退的事。对一位当时已经年近花甲之年、身材并不高大的黄仁宇来说，大楼体现的整个系统实在是太庞大了。黄仁宇先生接到解聘通知时，已经在牛普斯分校教书10年，也是终身正教授头衔，是学校唯一教授中国和日本史的教授。同期被解聘的还有教授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留下的全部是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和西欧历史的教授。从奥本尼大楼里，总校校长克里夫顿·小华顿写信解释辞退之事时说，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来不曾获得负面评价。不过总校也不愿意过多卷入分校事务。牛普斯分校解聘的理由是预算紧张，要按成本收益来维持教学，为此采用一套所谓的科学管理办法，按照选课学生数、课时数、学生的不同身份等变量折合为一个指标，但是不考虑课程是否必修，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和专长，一切都由电脑说了算。黄仁宇教授的中国史和亚洲文明史在学生课程中分量并不重，因此他的这个指标从来没有超过 0.4， 而当时学校教授的平均数字是 1.0。 在另一位名人的回忆中，达克也知道了为什么黄先生的这个指标并不高。在黄仁宇被解聘1年后，媒体名人洪晃来到牛普斯分校留学，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牛普斯分校待了1年，成绩好的离谱，因为这个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是来开派对和抽大麻的。外国学生顾问对我很好，劝我去申请河对岸的瓦萨大学。大二我转到瓦萨大学。还记得进宿舍的第一天，我在宿舍楼拐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像老上海的亭子间。这就是当年18岁洪女士住过的宿舍楼。黄仁宇先生曾咨询过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不公平的解雇问题，但因为涉及的是整个州立大学系统、工会甚至州政府，程序和手续异常复杂，不是一个和几个人能在时间和财力上耗得起的。离开牛普斯分校后，黄先生依靠出书和给报刊写文章为业，后来将在报刊发表的文章集结出版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照片背景的桥建于1889年，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臂横梁架桥。夏秋之际，这里应该是一处很好的旅游点。桥横跨的是流经纽约州的哈德逊河，也是黄先生所称的赫逊河。他家离这里车程约20分钟，因此他将书名定为《哈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在打卡黄先生的故居后，达克重读了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书中讲述了他从军、求学、研究、观点和心得，其中不乏黄先生本人见证的历史性时刻和近代史上留名的人物的描述。他说，我是自己雇佣自己的记者，
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黄先生1918年出生湖南，父亲黄振白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在军校学习期间，因为表现突出，被校长许崇智选为自己的参谋长。许崇智当时深受孙中山器重，是粤军的总司令、北伐总指挥，位居蒋介石之上。经过军阀混战几年后，黄振白厌倦了军中生活，回到湖南老家务农。1936年，18岁的黄日宇考入了南开大学电气工程系。第2年抗战爆发，黄日宇立刻准备从军。他父亲毕竟当过参谋长，告诉他这是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终止，如果弃学从军不太明智。不久，西南联大成立，学校最初从天津搬到长沙，到了家门口还没等报到，又收到通知搬到昆明。看到战事的扩大，黄日宇的父亲建议他先读军校，准备长期作战。在准备第2年报考军校期间，黄日宇在长沙加入了抗战日报，除了解决食宿，没有额外收入，不过结识了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后来知名人士，在一起工作中同3人都有长时间的交流互动。1949年后，田汉还一直向黄日宇在大陆的妹妹打听黄的消息，廖沫沙则题写了《万历15年》第1版的书名。1938年，黄日宇考入设在成都的中央陆军学校，接受2年的学习，校长是蒋介石。在学校毕业仪式上，聆听了校长的训话，也对蒋公的演说能力给予了不高的评价。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缺乏想象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都落空。他花了1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功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读军校期间，黄日宇和田汉的儿子田海南成为好友。1940年毕业后，先到云南边境驻防，在丛林中担任排长。1942年，中国派遣远征军到缅甸，不久再派一支部队到印度，主张是郑东国。田汉给郑司令写信，推荐儿子和其他3人到郑的麾下报道。1943年2月，一行4人飞越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印度当时驻有美军、英军和国军，美军士兵的薪水从每月30美元起，是英国士兵的4到5倍，国军士兵每月只有2到5美元的零用钱。官阶上尉的黄日宇每月大约有15美元的津贴。当时战场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印度的远征军要听他的指挥。黄日宇观察史迪威将军后写道：我在战场上看到史迪威将军不下6、7次，有一次山路过于狭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让路给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对他说说话，鼓励这位身为我们总指挥的老战士。他一定很寂寞，虽然他和我们之间存在歧见，但他对这场大战一定心有所感，否则绝不会自在地将国民党的徽章戴在帽子上。史迪威的全权指挥让郑洞国等中国军队很憋屈。黄日宇是观察员，经常到前线查看情况，回来写成报告向郑和重庆汇报。开始大家认为多此一举，后来看到一手的消息更快更详细，简报成了正式的情况汇报，有的简报直达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上级也更欣赏黄日宇的能力。利用空余时间，黄日宇还给《大公报》写长篇的远征军报道，有篇稿子连登了4天，稿费有75美元，算是天道酬勤的意外之财。不过经常暴露在前线，也增加了伤亡的风险。有次炮弹就在刚刚停留的地方爆炸。1945年，黄日宇在前线被子弹击中右腿，因伤回国治疗。1945年抗战结束，黄日宇担任了郑洞国的副官，
到上海接收日军物资。作为胜利者，他们住进了现在的和平饭店，每天都有日军军官前来交接汇报。当时上海的物价很低，尤其是新的法币刚刚面世，非常值钱。在来上海前，黄仁宇在广州柳州停留，理了个发。到上海后，发现柳州理发的法币花费可以在上海最好的理发馆理1年的头发，在昆明咖啡馆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顿牛排。虽然黄仁宇当时有很多新领的法币，但没有利用套利机会，甚至没有换成美元和黄金，结果后来贬值很多。1945年9月9日，在南京，黄仁宇见证了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降书的过程。9月9日这天，冈村宁次到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书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在上海、南京处理受降事务后，黄仁宇随郑洞国到了东北，他目睹了日军和苏军对东北的劫掠。1946年6月，内战开战前，他先在沈阳，然后到南京参加了军官赴美留学考试。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选拔200人左右到美国培训留学。考试进行了1周，科目包括英语、数学、科学和军事理论。最终，黄仁宇和其他15位军阶比他高的军官入选。他很庆幸是在辽沈战役开打前离开的，而且当时国民党军还占上风，这样走得很体面。如果没有这次机会，仍然留在东北，2年半后，所有人，包括郑洞国，都成了俘虏。这次深造也算是知识改变命运吧。这批军官被送到位于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是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美国陆军中几乎所有一级上将都出自这所学院。当时的院长哲勒中将，二战中在欧洲战场忠心卓著。诺曼底登陆战中，他是第1位登陆的军团指挥官。黄仁宇书中记录道：将军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所以打起来，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加了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在参谋学院学习了9个月，期间每月可以领取120美元的补贴。1947年，黄仁宇毕业回到南京国防部做情报分析上尉，月薪18美元。1949年，在美国培训时的同学邀请黄仁宇加入了驻日中国军事代表团，持外交护照常驻东京。
不久成为团长朱世民的副官。朱世民将军是位学霸级人物，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然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回国后做过蒋介石的翻译，驻苏联和美国武官。朱将军在美军中的人脉很广，抗战胜利后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作为驻东京的外交官，他多方努力说服了麦克阿瑟，公布了很多档案，才得以作为证据出现在东京审判中。黄仁宇回忆，麦克阿瑟常与朱将军长时间聊天对谈。在麦克阿瑟生日那天，黄仁宇陪同朱团长前去赠送蒋介石准备的礼物，一株盆栽的常青树。朱团长介绍黄仁宇是参谋学院新出炉的毕业生，黄仁宇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了叱咤风云的麦克阿瑟。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得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70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是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外交上一些国家先后和台湾断交，让黄仁宇他们尝到了失败者的滋味。不过朱将军对黄仁宇很好，当得知他上尉干了7年还未得到升迁时，第二天就命令将黄仁宇的津贴每月增加50美元，调到少校级。好景不长，朱世民将军因被调查有二心，失去蒋介石的信任，黄仁宇也被转为平民护照，跟着结束了军人生涯。事后查到的档案显示，正常退伍，但有行备注，该军官因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